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妇人街头乞讨，男子好心搭救，妇人说你马上会大祸临头。哎，这位大哥，行行好吧，赏口吃的吧。李二狗刚从茶馆出来，手里还攥着2个铜板，正琢磨着去哪儿再喝一壶，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他抬眼一瞧，只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妇人跪在路边，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，脸上还脏兮兮的，看不清模样，只一双眼睛倒是挺亮堂，正巴巴地望着他。李二狗心里头一软，心想这妇人看着怪可怜的，便把手里的2个铜板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喏，给你吧，买俩馒头吃去。”妇人接过铜板，千恩万谢地磕了好几个头，这才转身离去。李二狗也没当回事儿，转身就去了不远处的酒肆，打算好好喝上一顿。可等他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时，却发现那妇人竟又拦在了他家门口。李二狗一愣，酒意都醒了几分，问道：“你这是咋回事儿？咋还跟到我家来了？”妇人低着头，小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没地方去，你能不能让我在你家住一晚？我保证不打扰你。”李二狗一听这话，心里犯了嘀咕，心想这孤男寡女的同住一屋也不像话呀。可看那妇人着实可怜，他又有些不忍，便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隔壁老王家空着呢，你去他家住一晚吧，我跟他说一声。”妇人一听，连忙点头，感激涕零地跟着李二狗去了隔壁。李二狗敲了敲老王的门，说明了情况，老王也是个好心人，满口答应了下来。妇人安顿好后，李二狗这才回了自己家，倒头就睡。可到了半夜，他却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吓得他猛地坐了起来。“谁呀？”李二狗揉着眼睛问道。“大哥，是我，你快开门。”门外传来妇人的声音，带着几分焦急。李二狗赶忙穿上衣服，开了门。只见妇人一脸慌张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快救救我，我遇到鬼了。”李二狗一听这话，酒意瞬间全醒了，忙问道：“咋回事儿？你慢慢说。”妇人颤抖着身子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原来她本是个外乡的寡妇，名叫翠花，因家乡遭了灾，这才一路乞讨到了这儿。原本想着能在李二狗家住一晚，可谁知半夜里，她竟听到了一阵诡异的哭声从院子里传来。她壮着胆子出去看，却什么也没发现，可那哭声却越来越清晰，似乎就在她耳边响起。她吓得不行，这才来找李二狗。李二狗听完，心里也直犯嘀咕，心想这大半夜的，哪来的哭声？可看着翠花那吓得惨白的脸，他又不好不管，便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陪你过去看看，到底咋回事儿。”两人来到隔壁老王家，翠花指着院子说道：“就是这儿，那声音就是从这儿传来的。”李二狗侧耳倾听，果然听到了一阵隐隐的哭声，时断时续，似乎还夹杂着几分哀怨。他心里也直发毛，可面上却强装镇定，说道：“别怕，咱俩一起找找，看看到底是啥东西在作怪。”说着，两人便在院子里找了起来。可找了一圈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李二狗心里也犯了嘀咕，心想这哭声到底是从哪儿传来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院里的槐树叶子沙沙作响，那声音竟和哭声莫名地契合在了一起。李二狗心里一动，忙说道：“翠花，你看那槐树，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来的声音？”翠花顺着李二狗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棵老槐树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，枝叶在风中摇曳，似乎真有些诡异。她吓得一缩脖子，说道：“我不敢过去。”李二狗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那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过去看看。”
说着，他便壮着胆子走到了槐树下。他抬头往上看，只见树叶间隐隐绰绰，似乎真有什么东西在晃动。他心里一紧，忙伸手去抓，可却什么也没抓到。就在这时，那哭声突然停了下来，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李二狗心里更慌了，忙转身往回跑，嘴里喊道：“翠花，快跑，这儿不对劲儿！”可等他跑到翠花身边时，却发现她早已瘫倒在地，不省人事了。李二狗吓得不行，忙把她背回了自己家里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灌热水，好一会儿，翠花才悠悠转醒。她醒来后，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大哥，那槐树上有鬼。”李二狗一听这话，心里也直犯怵，可嘴上却安慰道：“别怕，咱俩没做亏心事，他不敢把咱们怎么样的。”翠花听了，这才稍稍安心了些。可这事儿却像是一块大石头，压在了李二狗的心头。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里琢磨着这事儿到底该咋办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声响从窗外传来。他忙起身查看，却只见一只黑猫正趴在窗台上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李二狗吓了一跳，忙挥手驱赶，可那黑猫却一动不动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他。他心里发毛，忙喊道：“翠花，翠花，你快过来！”翠花闻声赶来，看到黑猫也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咋回事儿？”李二狗指着黑猫说道：“你看这黑猫咋回事儿？咋大半夜的跑咱家来了？”翠花一看也犯了嘀咕，说道：“这黑猫看着怪瘆人的，要不咱把它赶走吧。”说着，两人便一起动手，想把黑猫赶走。可那黑猫却像是生了根似的，任凭他俩怎么赶，就是不走。就在这时，那哭声又隐隐地传了过来，似乎比先前更清晰了些。李二狗和翠花对视一眼，心里都明白，这事儿怕是跟那槐树脱不了干系。要不咱去找老王问问吧，看他知不知道这槐树的来历。翠花提议道。李二狗点了点头，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两人穿戴整齐后，便一起去了老王家。可老王却说他啥也不知道，这槐树在这儿好些年了，一直也没啥事儿。两人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慌了，心想这事儿怕是不好解决。就在这时，老王突然说道：“要不你俩去找找村头的刘瞎子吧，他懂得些阴阳八卦啥的，说不定能帮你俩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”李二狗和翠花一听这话，眼睛一亮，忙不迭地去了村头找刘瞎子。刘瞎子一听他俩的遭遇，便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事儿怕是有些棘手，那槐树怕是成了精了。”两人一听这话，吓得不行，忙问道：“那可咋办呢？”刘瞎子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俩先回去，我晚上过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。”两人一听这话，心里稍稍安心了些，千恩万谢地告辞离去。到了晚上，刘瞎子果然如约而至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桃木剑和几张黄符。他来到槐树下，围着槐树转了好几圈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李二狗和翠花躲在一旁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打扰了刘瞎子。就在这时，刘瞎子突然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还不现身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槐树上突然涌起了一阵黑烟，紧接着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便出现在了两人眼前。那女子披头散发，面色惨白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俩，嘴角还挂着一丝诡异的笑容。李二狗和翠花吓得不行，忙往后退。刘瞎子却挡在了他俩身前，手里的桃木剑直指那女子，说道：“大胆妖孽，竟敢在此作恶，看我不收了你！”说着，他便挥剑向那女子刺去。可那女子却身形一闪，躲开了刘瞎子的攻击。他看着刘瞎子，冷笑道：“就凭你也想收了我？”
刘瞎子一听这话，气得不行，手里的桃木剑舞得密不透风，向那女子攻去。两人在院子里你来我往，斗得难解难分。就在这时，那女子突然虚晃一招，向李二狗和翠花扑去。两人吓得尖叫一声，忙往旁边躲。可那女子却速度极快，眼看就要抓到他俩了。就在这时，刘瞎子突然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休得伤人！”说着，他便挥剑向那女子劈去。只听扑哧一声，那女子便被刘瞎子的桃木剑劈成了两半，化作一股黑烟，消散在了夜空中。李二狗和翠花看着这一幕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他们忙向刘瞎子道谢，刘瞎子却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这事儿还没完呢，那槐树怕是也成精了，得赶紧把它给砍了。”两人一听这话，忙点头答应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便找来了几个村民，一起把那槐树给砍了。可当他们把槐树砍倒后，却发现树心里竟藏着一块黑漆漆的木头，上面还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。刘瞎子一看那木头，便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怕是个邪物，得赶紧把它给烧了。”说着，他便找来了一堆干草，把那木头给点燃了。随着火势的蔓延，一股浓重的黑烟腾空而起，直冲云霄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炸雷，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。李二狗和翠花站在一旁，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心里都明白，这事儿怕是终于解决了。雨下得跟瓢泼似的，没一会儿，地上就积起了水洼。村民们纷纷躲进了屋里，不敢出门。李二狗和翠花也赶忙找了个地方躲雨，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这雨啥时候能停。就在这时，刘瞎子突然喊道：“不好，那邪物怕是还没死透。”两人一听这话，吓得不行，忙问道：“咋回事儿啊？”刘瞎子指着天空中那道闪电，说道：“你们看，那闪电一直围着咱这院子转，怕是那邪物在搞鬼。”两人顺着刘瞎子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见一道闪电在空中盘旋，时不时还劈下一道雷，把院子里的树都给劈焦了。这可咋办呢？李二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。翠花也吓得不行，拽着刘瞎子的袖子，说道：“大师，你可得救救我们呐！”刘瞎子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俩先躲进屋里，别出来，我出去会会那邪物。”两人一听这话，忙不迭地点头，躲进了屋里。刘瞎子则拿着一把桃木剑，站在了院子里，准备迎战。就在这时，那闪电突然劈了下来，直奔刘瞎子而来。刘瞎子身形一闪，躲开了闪电的攻击。他看着天空中的闪电，冷笑道：“孽畜，就这点本事吗？”话音刚落，只见那闪电竟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人形，跟之前那红衣女子长得一模一样。他看着刘瞎子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你竟敢毁我肉身，我要你付出代价！”刘瞎子一听这话，气得不行，手里的桃木剑一挥，便向那闪电劈去。两人在空中斗得难解难分，闪电时不时劈下来，把院子里的东西都劈得稀巴烂。李二狗和翠花在屋里看着这一幕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他们心里都明白，这事儿怕是不好解决。就在这时，翠花突然说道：“二狗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李二狗顺着翠花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院子里竟出现了一口古井，井口还冒着阵阵黑气。他心里一紧，忙问道：“这是咋回事啊？”翠花也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之前从没见过这口井。”两人正说着呢，只见那闪电突然向古井劈去，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吸力便从古井里传来，把刘瞎子给吸了进去。两人一看这幕，吓得尖叫一声，忙往门口跑去，想逃跑。
可他们刚跑到门口，就只见一道黑影从古井里窜了出来，直奔他俩而来。两人吓得不行，忙往旁边躲。可那黑影却速度极快，眼看就要抓到他俩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刘瞎子突然从黑影里冲了出来，一把推开了李二狗和翠花，自己却被那黑影给抓住了。他看着两人，喊道：“快走，去找村长，告诉他这事儿。”两人一听这话，忙不迭地点头，转身就跑。他们一路狂奔，跑到了村长家，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村长。村长一听这话，也吓得不行，忙召集了村里的青壮年，拿着家伙绳儿，跟着李二狗和翠花去了他家。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只见刘瞎子已经被那黑影给缠住了，动弹不得。村长一看这幕，忙喊道：“大家快上，把这妖孽给除了！”说着，村民们便一拥而上，跟那黑影斗了起来。可那黑影却异常凶猛，村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没一会儿就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就在这时，只见村长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符纸，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突然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看我的厉害！”说着，他便向那黑影冲了过去。两人在空中斗得难解难分，村民们则看得目瞪口呆，不知道这村长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黑影突然向村长扑了过去，张开大嘴就要咬他。村长身形一闪，躲开了黑影的攻击。他趁机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，向黑影的胸口刺去。只听扑哧一声，那黑影便被村长给刺穿了。他发出一声惨叫，化作一股黑烟，消散在了夜空中。村长则稳稳地落在了地上，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村民们纷纷围了上来，向村长道谢。村长则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这事儿还没完呢，那古井怕是也有问题，得赶紧把它给填了。”说着，他便带着村民们一起去了李二狗家的院子，准备把那古井给填了。可当他们挖到古井底下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村长看着那个洞口，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事儿怕是有些棘手，不知道这洞口通向哪里。要不咱派个人下去看看？”村民们一听这话，都吓得不行，谁也不想下去。就在这时，只见李二狗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我下吧，这事儿是因我而起的，我得负责到底。”村长看着李二狗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样的，那你小心点儿。”说着，他便找了根绳子，把李二狗给系了下去。李二狗顺着绳子，慢慢地滑到了洞口底下。他环顾四周，只见这里漆黑一片，啥也看不见。他摸索着往前走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突然看到了一丝光亮。他忙顺着光亮走去，只见前面出现了一个山洞。他走进山洞，只见山洞里摆着一个祭坛，祭坛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坛子，那坛子不停地冒着黑气，看起来异常诡异。李二狗看着那个坛子，心里明白，这事儿怕是跟这坛子脱不了干系。他悄悄地走进祭坛，想看看那坛子里到底装的是啥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从山洞深处传来。他心里一紧，忙躲在了祭坛后面。只见一个穿着黑袍的人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法杖。他走到祭坛前，看着那个坛子，冷笑道：“哼，没想到那帮村民还挺有本事的，竟然能毁了我的肉身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有这个坛子在，我就能东山再起。”李二狗一听这话，吓得不行，心里明白这黑袍人就是那邪物的真身。他悄悄地掏出了一把匕首，准备给那黑袍人来个突然袭击。可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黑袍人突然挥动法杖，嘴里念念有词。紧接着，一股强大的吸力便从坛子里传来，把李二狗给吸了进去。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里。他忙坐起身来，只见村长和村民们正围在他的床边，看着他呢。咋回事啊？我咋回来了？李二狗一脸茫然地问道。村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是那黑袍人把你给送回来的，他说你已经没用了。”李二狗一听这话，气得不行，捶着床喊道：“那咱就这么算了？咱得找他报仇啊！”村长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这事儿怕是不好解决。那黑袍人法力高强，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”村民们一听这话，都纷纷低下了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时，只见翠花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要不咱去找找那刘瞎子吧，他或许能帮咱。”村长看着翠花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也好，那咱就试试看吧。”说着，他们便一起去了刘瞎子的家。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却发现刘瞎子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看着村长他们，艰难地说道：“那黑袍人太厉害了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”村长一听这话，心里也凉了半截。他看着刘瞎子，问道：“那咱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刘瞎子喘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儿有张符纸，你们把它贴在村口的大树上，能暂时挡住那黑袍人。”说着，他便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符纸，递给了村长。村长接过符纸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你先好好休息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。”说着，他便带着村民们一起去了村口，把那张符纸贴在了大树上。果然，那黑袍人再也没出现过。可村民们心里却都明白，这事儿只是暂时的，那黑袍人早晚还会再来的。他们得赶紧想办法，找出那黑袍人的老巢，把他给除了，才能彻底安心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妇人流落街头，渔夫心善送她盘缠。妇人说：“小心你的妻子。”哎，听说了吗？最近镇上的事儿可真够邪门的。老李头在茶馆里跟几个老少爷们儿聊着。啥事儿啊？快说说。旁边的小王急着问。就那天渔村那边的老赵头，救了个流落街头的妇人，结果那妇人临走前跟他说了一句：“小心你的妻子。”这事儿到现在还让人琢磨不透呢。老李头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这事儿得从渔村说起。渔村不大，几十户人家靠海吃海，日子过得还算滋润。老赵头是这村里头出了名的热心肠，每天除了打鱼，还喜欢帮衬邻里。那天傍晚，老赵头打完鱼回来，天已经擦黑了。他刚走到村口，就看见一个妇人坐在路边，低着头，身子缩成一团，像是在哭。老赵头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赶紧上前问道：“大妹子，你这是咋了？咋一个人在这儿呢？”妇人抬头，脸上满是泪痕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大哥，我从外地来，迷路了，盘缠也用光了，实在不知道该去哪儿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不由得生出一股怜悯来，连忙说：“别着急，先跟我回家，喝口热汤，咱们再想办法。”妇人感激地点点头，跟着老赵头回了家。老赵头的妻子翠花是个贤惠的女人，一看这情况，赶紧生火做饭，弄了些热乎的吃食给妇人。饭桌上，老赵头问妇人：“大妹子，你叫啥名啊？家住哪儿？咱看能不能帮你联系上家里人。”妇人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叫小芳，家在很远的地方，逃难逃到这儿来的，现在也不知道家里咋样了。”老赵头和翠花一听，更是心生怜悯，决定先让小芳在家里住下，等找到她的家人再送她回去。这一住就是半个月。小芳每天在家里帮忙做家务，跟翠花也处得挺好。老赵头看着，心里头也挺高兴，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。这天，小芳找到老赵头，说：“大哥，
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我想我得走了，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有些不舍，但想到小芳终究是要回家的，便说：“妹子，你这是说的啥话？你要走，我们也不拦着，但你得告诉我，你打算去哪儿？身上有钱没？”小芳摇摇头说：“我身上没钱，但我会一路乞讨回去的。大哥，你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感受到了温暖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，赶紧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，说：“妹子，这点钱你先拿着，路上买点吃的喝的，别饿着自己。”小芳接过钱，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。她感激地看了老赵头一眼，突然说：“大哥，你心眼好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小心你的妻子。”老赵头一听，愣住了，问：“妹子，你这是啥意思？”小芳摇摇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心里头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大哥，你多留个心眼儿吧。”说完，小芳就转身走了。老赵头站在那儿，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小芳这话是啥意思。回到屋里，老赵头把这事儿跟翠花说了。翠花一听也愣住了，问：“他咋会这么说呢？咱俩这些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，他咋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？”老赵头摇摇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他既然这么说了，咱还是得留点心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老赵头和翠花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，生怕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啥事儿也没发生，老赵头心里头也渐渐放下心来。这天，老赵头打鱼回来，刚走到村口，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那儿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啥。老赵头好奇地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，浑身是血，已经没气了。再一看，这不是小芳吗？老赵头心里头一惊，赶紧问旁边的人：“这是咋回事儿？他咋会在这儿？”旁边的人说：“不知道啊，刚才有人路过这儿，看见他躺在地上，已经没气了。哎，这年头咋这么多倒霉事儿呢？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像是被啥东西揪了一下，疼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蹲在地上，看着小芳的尸体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回到家，老赵头把这事儿跟翠花说了。翠花一听，也吓得脸色煞白，问：“他咋会死在这儿呢？会不会跟他说的那句话有关？”老赵头摇摇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老赵头和翠花都心神不宁的，总觉得有啥事儿要发生。这天晚上，老赵头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他想起小芳说的那句话，心里头更是忐忑不安。突然，他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响动，像是有人在走路。老赵头心里头一惊，赶紧爬起来，从窗缝里往外看。这一看，差点把他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翠花穿着一身白衣裳，手里拿着一根绳子，正往院子里走去。老赵头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赶紧穿上衣服，悄悄地跟了出去。他跟着翠花来到院子里，只见他走到一棵大树下，把绳子往树枝上一扔，打了个结，就要往上套。老赵头一看，吓得赶紧冲出去，一把拉住翠花，问：“你这是干啥呢？咋想不开要寻短见呢？”翠花一看是老赵头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哭了起来，说：“老赵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得了绝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不想拖累你，也不想让你看着我死在你面前，所以才想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像是被啥东西砸了一下，疼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抱着翠花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说：“你这是说的啥话？咱俩是夫妻，就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得了病，我更应该陪着你，
照顾你，你咋能想不开呢？”翠花一听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说：“老赵啊，你心眼好，我知道。可我这病是治不好的，我不想让你浪费钱，也不想让你看着我受苦。”老赵头摇摇头，说：“咱先不说这些，你先跟我进屋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”回到屋里，老赵头和翠花坐在床上，商量着该怎么办。老赵头说：“翠花呀，你得先去医院看看，说不定还有救呢。就算真的治不好，咱也得想办法减轻你的痛苦。”翠花点点头，说：“老赵啊，你对我真好，我这一辈子能嫁给你，值了。”第二天，老赵头带着翠花去了镇上的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，翠花得的是肝癌晚期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，治不好了。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像是被啥东西堵住了，喘不过气来。他陪着翠花在医院住了几天，看着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，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。翠花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便跟老赵头说：“老赵啊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死在医院里。”老赵头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咱回家。”回到家后，老赵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翠花。翠花虽然疼得死去活来的，但看着老赵头为她忙碌的身影，心里头却觉得暖暖的。这天晚上，翠花躺在床上，看着老赵头坐在床边守着她，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感动。她拉着老赵头的手，说：“老赵啊，我这辈子能遇见你，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。你要好好活下去，替我多看看这个世界。”老赵头一听，眼泪又止不住地往下流，说：“翠花呀，你别说这些傻话了，咱俩得一起活下去。”翠花摇摇头，说：“老赵啊，你心眼好，我知道，可我这病是治不好的了，你就让我安心的走吧。”说完，翠花就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老赵头抱着翠花的尸体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他知道翠花走了，他的天也塌了。办完翠花的丧事后，老赵头每天都坐在院子里发呆。他想起翠花生前的点点滴滴，心里头就像被啥东西揪着一样疼。他后悔自己没能早点发现翠花的病，后悔自己没能好好照顾她。这天晚上，老赵头又坐在院子里发呆。突然，他听见一阵脚步声，像是有人在走路。他抬起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朝他走来。他仔细一看，这不是小芳吗？小芳走到老赵头面前，说：“大哥，你还好吗？我来看看你。”老赵头一愣，问：“你咋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已经……”小芳摇摇头，说：“大哥，你别怕，我已经不是人了，我是鬼，但我心里头一直记挂着你的恩情，所以来看看你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不由得生出一股寒意来，但看着小芳那熟悉的模样，他又觉得亲切极了。他问：“小芳啊，你咋会死的呢？还有，你为啥会跟我说那句小心你的妻子呢？”小芳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大哥呀，我其实是个逃难的孤儿，被一个人贩子团伙骗到这儿来的。他们想把我卖掉。那天我趁他们不注意逃了出来，可我没地方去，也没钱，只能流落街头。幸好遇见了你，大哥，你心眼好，收留了我，还给了我盘缠。我心里头感激你，就想提醒你一句。”老赵头问：“那你为啥要说小心你的妻子呢？”小芳低下头说：“其实我在你家住的那段时间，发现你妻子有些不对劲儿。她每天晚上都会悄悄地起床，不知道干啥去。有一次，我好奇，就悄悄地跟着她。结果我看见她走到院子里，对着一棵大树磕头，嘴里还念念有词的。我仔细一听，原来她是在求啥神灵保佑你出海打鱼平安归来。我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一下，觉得这事儿有些邪门儿。
后来我又发现他经常偷偷地吃药，把药藏在床底下。我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地拿了一颗药去镇上问大夫。大夫一看，说这药是治癌症的。我这才知道，你妻子得了绝症，但她怕你担心，怕你花钱，所以一直瞒着你。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像是被啥东西砸了一下，疼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想起翠花生前的点点滴滴，想起她为了不拖累自己，为了不让自己担心，竟然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么大的痛苦，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。他问：那你咋会死的呢？还有，你现在咋会在这儿呢？小芳叹了口气，说：大哥呀，我那天离开你家后就一路乞讨回去，可没想到在半路上遇见了一伙强盗。他们见我是个女人，又孤身一人，就把我抢了。我拼死反抗，可他们人多势众，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最后他们把我打晕，扔在了一个荒郊野外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想找回家的路，可却迷了路。我又饿又累，又受了伤，最后就倒在了路边。幸好有个好心人发现了我，把我送到了医院。可我已经不行了，没过多久就死了。我死后心里头一直记挂着你的恩情，就想着来看看你。没想到却看见你妻子已经……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。他抱着小芳的鬼魂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他说：小芳啊，你咋这么傻呢？你咋不告诉我呢？你要是告诉我了，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救你的。小芳摇摇头说：大哥呀，你别自责了，这都是命。我这一生颠沛流离，无依无靠，能遇见你，能得到你的帮助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你现在要好好活下去，替我多看看这个世界。说完，小芳的鬼魂就慢慢地消失了。老赵头看着小芳消失的地方，心里头空落落的。他想起翠花，想起小芳，想起自己这一生的经历，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老赵头每天都坐在院子里发呆。他想起翠花和小芳的模样，想起他们说的话，心里头就像被啥东西揪着一样疼。他后悔自己没能早点发现翠花的病，后悔自己没能好好照顾她，他也后悔自己没能救下小芳，让她惨死在强盗的手里。这天晚上，老赵头又坐在院子里发呆。突然，他听见一阵脚步声，像是有人在走路。他抬起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朝他走来。他仔细一看，这不是翠花吗？翠花走到老赵头面前，说：老赵啊，你咋还在发呆呢？我来看你了。老赵头一愣，问：翠花，你不是已经……翠花笑了笑，说：老赵啊，你别怕，我已经不是人了，我是鬼，但我心里头一直记挂着你，所以来看看你。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不由得生出一股暖意来。他看着翠花那熟悉的模样，觉得亲切极了。他问：翠花呀，你咋会在这儿呢？你不是已经……翠花叹了口气，说：老赵啊，我其实没死。那天我趁你不在家，就悄悄地去了医院。我想着，反正这病也治不好了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没想到，我到了医院后，却遇见了一个神医。他给我把了把脉，说我这病还有救。我一听，高兴坏了。神医给我开了几副药，让我回家按时吃。我回家后就悄悄地吃药，没敢告诉你，我怕你担心，怕你花钱。可没想到，这药还真管用。我吃了几天后，就觉得身体好多了。我想着，等你出海打鱼回来后，再给你一个惊喜呢。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不由得生出一股愧疚来。他想起自己这段时间对翠花的冷淡和疏忽，觉得真是太不应该了。他问：翠花呀，那你现在咋会在这儿呢？
你不是应该在家里吗？”翠花低下头说：“老赵啊，我其实一直不敢见你，我怕你知道了真相后会嫌弃我，会觉得我是个累赘，所以我一直躲在家里，没敢出门。可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想着你一个人在家，肯定很孤单，就想来看看你，却没想到会遇见你和小芳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。他抱着翠花说：“翠花呀，你咋这么傻呢？你咋不告诉我呢？你要是告诉我了，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帮你的。你现在身体好了，咱们一起好好过日子吧。”翠花点点头说：“老赵啊，我也想好好过日子，可我现在已经是鬼了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，我只能每天晚上来看看你，陪你说说话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就像被啥东西砸了一下，疼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看着翠花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模样，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每天晚上翠花都会来到老赵头的院子里陪他说话，他们聊起以前的点点滴滴，聊起未来的打算。虽然翠花已经是鬼了，但他们的感情却比以前更加深厚了。这天晚上，翠花来到老赵头的院子里，却显得有些心事重重。老赵头问：“翠花呀，你咋了？有啥事儿吗？”翠花叹了口气说：“老赵啊，我其实有件事儿一直瞒着你。”老赵头一愣，问：“啥事儿啊？”翠花低下头说：“其实我那天去医院的时候，神医告诉我，我这病虽然能治好，但会留下后遗症，以后我可能不能再生孩子了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不由得生出一股怜惜来。他看着翠花那愧疚的模样，说：“翠花呀，你别自责了，这事儿不怪你，咱们可以领养一个孩子，一样能过得幸幸福福的。”翠花一听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她抱着老赵头说：“老赵啊，你真好，我这辈子能遇见你，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。”就这样，老赵头和翠花每天晚上都会在一起说话。虽然翠花已经是鬼了，但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厚。他们一起计划着未来，一起憧憬着美好的生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晚上，翠花来到老赵头的院子里，却显得异常憔悴。老赵头问：“翠花呀，你咋了？咋看起来这么累呢？”翠花叹了口气说：“老赵啊，我其实已经时日无多了。神医虽然治好了我的病，但却没能消除我身上的鬼气。我这段时间一直强撑着，就是为了能多陪陪你。可现在我已经撑不下去了。”老赵头一听，心里头就像被啥东西揪了一下，疼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看着翠花那虚弱而又坚定的模样，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啊。翠花接着说：“老赵啊，你心眼好，我知道你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女人，替我好好照顾你。但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再让我担心了，要好好的活下去。”说完，翠花就慢慢的消失了。老赵头看着翠花消失的地方，心里头空落落的。他想起翠花生前的点点滴滴，想起她为了自己所付出的一切，觉得人生真是短暂而又珍贵呀。从此以后，老赵头每天都坐在院子里发呆。他想起翠花和小芳的模样和话语，心里头就像被啥东西揪着一样疼。但他知道自己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他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为了翠花和小芳的期望和祝福，也为了自己这一生的经历和回忆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妇人心善，雨中救老翁。送其回家后，老翁说：“你不能走。”哎呦喂，这天儿怎么说变就变呢？一个妇人急匆匆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手里提着刚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菜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。这妇人名叫翠花，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。
今个天气原本挺好的，阳光明媚，谁成想这老天爷突然翻了脸，乌云密布，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就开始噼里啪啦地往下砸。翠花加快了脚步，心里头那个急呀，生怕淋湿了刚买的菜，那可是给家里老人和孩子准备的。正当翠花快到村口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老翁踉踉跄跄地走着，似乎腿脚不太利索。雨点无情地打在他的身上，老翁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。翠花见状，二话不说，快步上前，一把扶住老翁。大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天太冷了，您这样容易生病。翠花关切地问道。老翁抬头看了看翠花，眼里满是感激。哎，姑娘，我这不是想回家吗？可我这腿不争气，走不快。那您家在哪儿呢？我送您回去吧。翠花毫不犹豫地说。老翁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座破旧的土坯房，就在那儿，不远了。可我这腿实在是，您甭说了，我送您。翠花说着，便搀扶着老翁，一步步向那座土坯房走去。雨越下越大，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，但翠花心里头却暖洋洋的。她觉得能帮助别人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。好不容易到了老翁的家，翠花累得气喘吁吁，但看到老翁终于进了屋，心里头也踏实了。老翁感激地拉住翠花的手：“姑娘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把老骨头今儿个非得交代在这儿不可。”翠花笑着摆摆手：“大爷，您客气了，举手之劳嘛。”老翁却认真地说：“姑娘，你心眼好，将来必有好报。不过今儿个你救了我，我却不能让你就这么走了。”翠花一听这话，心里头咯噔一下，疑惑地问：“大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老翁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姑娘，我这可不是一般的家。我这屋里呀，有样东西能救人，也能害人。你若就这么走了，恐怕会惹上麻烦。”翠花一听，更加糊涂了：“大爷，您这话我越听越不明白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老翁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古色古香的小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块通体晶莹的玉佩。“姑娘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样东西。这玉佩呀，有灵性，能保人平安，但也能招来祸端。我这腿呀，就是因为这玉佩才变成这样的。”老翁说着，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。翠花望着那块玉佩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她没想到自己好心救人，竟然会卷入这样的麻烦中。但转念一想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总不能半途而废吧。“大爷，您放心，既然我遇到了这事儿，就不会不管。您告诉我，这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该怎么做？”翠花坚定地说。老翁看着翠花，眼里满是赞赏：“好姑娘，有胆识。其实啊，这玉佩原本是我家祖传的宝贝，能驱邪避凶。但几年前村里来了个道士，说这玉佩是妖物，会害人。我当时不信，结果没多久，我的腿就莫名其妙地瘸了。从那以后，村里就开始流传各种关于这玉佩的谣言，说我是被玉佩诅咒了。哎，我这把老骨头倒也无所谓，但我不想因为这玉佩连累了无辜的人呐。”翠花听完，心里头明白了几分。她看着老翁，坚定地说：“大爷，您别怕，我会帮您查清真相的。这玉佩若是妖物，我就替您除了它；若不是，我也要还您一个清白。”老翁一听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：“姑娘，你真是好人呐！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。”翠花拍了拍老翁的手：“大爷，您甭这么说，咱们先想想办法吧。”两人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先去找村里的长者了解情况。长者一听这事儿，眉头就皱了起来：“哎，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那玉佩确实是个宝贝，
但自从那道士来了之后，村里就怪事连连。我看呢，还是把这玉佩处理了吧，免得再惹麻烦。”翠花一听，心里头更加坚定了要查清真相的念头。她告别了长者，又回到了老翁家。“大爷，咱们得找个明白人，好好问问这玉佩的事儿。”翠花说。老翁点了点头：“我也想过，但村里人都对这玉佩忌讳莫深，怕是没人愿意帮咱们呢。”翠花想了想，忽然眼前一亮：“对了，我记得村东边有个老道士，据说他道行高深，咱们去找他问问吧。”老翁一听，眼睛也亮了：“好主意，姑娘，咱们这就去。”两人冒着大雨来到了老道士的住处。老道士一看两人浑身湿透，赶紧让他们进屋。翠花说明了来意，老道士听罢，沉吟片刻：“这事儿啊，我略有耳闻，但要说那玉佩是妖物，我却不敢苟同。这样吧，你们把玉佩拿来，我替你们看看。”翠花和老翁一听，赶紧把玉佩递给老道士。老道士接过玉佩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道士才睁开眼睛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玉佩啊，确实是个宝贝，但它被一股邪气侵入了。要想清除这股邪气，需要找到邪气的源头。”翠花一听，忙问：“那邪气的源头在哪儿呢？”老道士指了指村西边的一座荒山，那座山上有座废弃的古庙，邪气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。要想清除邪气，你们得去那里看看。翠花和老翁一听，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坚定。“大爷，咱们去一趟吧。”翠花说。老翁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姑娘，咱们这就去。”两人告别了老道士，冒着大雨向村西边的荒山走去。山路崎岖，泥泞不堪，但两人却毫不在意，一心只想找到邪气的源头，清除玉佩上的邪气。走了好一会儿，两人终于来到了那座废弃的古庙前。古庙破败不堪，杂草丛生，显得阴森森的。翠花和老翁对视了一眼，鼓起勇气走进了古庙。庙里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两人摸索着前进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两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“大爷，您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翠花说。老翁点了点头：“姑娘，你也小心点儿。”两人继续前行，突然前方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翠花和老翁一听，心里头都是一紧，赶紧加快了脚步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来到了笑声传来的地方。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人正站在一个祭坛前，手里拿着一块和玉佩一模一样的玉佩，嘴里念念有词。“就是他！”翠花指着黑袍人大声说道。黑袍人一听，转头看向翠花和老翁，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：“哼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就知道这玉佩没那么容易被夺走。”翠花和老翁一听，都是一愣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黑袍人冷笑一声：“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玉佩是我从古墓里盗出来的，原本想用它来修炼邪功，但没想到它竟然有灵性，反噬了我。我为了压制它，才把它藏在了那个老头的家里。没想到你们竟然找到了这里。”翠花一听，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那玉佩会招来祸端。你这个坏蛋，快把玉佩交出来！”黑袍人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就凭你们，也想从我手里抢走玉佩？做梦吧！”说着，黑袍人就向翠花和老翁扑了过来。两人赶紧迎战，但黑袍人武功高强，两人很快就陷入了苦战。就在这时，老道士忽然出现在庙门口，大声喊道：“妖孽，休得猖狂！”黑袍人一听，脸色一变，转头看向老道士。老道士趁机施展法术，向黑袍人攻去。黑袍人见状不敢恋战，赶紧扔出玉佩，
趁机逃走了。翠花和老翁赶紧捡起玉佩，交给老道士。老道士接过玉佩，念了几句咒语，然后把玉佩递给翠花：“姑娘，这玉佩上的邪气已经被我清除了，你们可以安心回家了。”翠花和老翁一听，都松了一口气。他们告别了老道士，带着玉佩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从此以后，翠花和老翁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怪事，而那块玉佩也成了村里的宝贝，被供奉在村里的祠堂里，保佑着村里人的平安。至于那个黑袍人，据说他逃走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躲到了深山老林里，再也不敢出来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再也不能危害人间了。这事儿虽然过去了很久，但每当翠花想起那段经历，都会觉得心惊胆战。不过，她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只要心存善念，勇于面对困难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前进的脚步。两人一路平安地回到了村里，村民们看到他们平安归来，都纷纷围了上来，询问事情的经过。翠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，大家听后都唏嘘不已，纷纷感叹翠花的勇敢和老道士的高明。翠花把玉佩交给了村里的长者，让他妥善保管。长者接过玉佩，看着翠花，眼里满是赞赏：“翠花呀，你可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！没有你，咱们村还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。”翠花一听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：“嗨，长者您可别这么说，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，不得不干呐。再说了，多亏了老道士帮忙，要不我们俩也得栽在那黑袍人手里。”长者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那老道士可真是高人啊，咱们得好好谢谢他。”说着，长者便派人去请老道士来村里做客，好好款待一番。老道士得知村里人的心意后，便欣然前往。村里为了感谢老道士，特意摆了几桌酒席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喝酒吃肉，谈笑风生。老道士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心里头也是暖洋洋的。酒过三巡，老道士忽然开口说话了：“诸位呀，我今儿个有个事儿，想跟大伙儿商量商量。”大家一听，都放下了手里的酒杯，认真地听着。老道士继续说道：“这玉佩啊，虽然邪气已经被我清除了，但它毕竟是个古墓里出来的东西，沾染了太多的阴气和怨气。我怕它留在村里，会给村里带来不祥之兆啊。”大家一听，都愣住了。长者赶紧问道：“那依老道士您的意思呢？”老道士叹了口气：“我看呐，还是把这玉佩送回古墓里去吧，让它从哪里来回哪里去，这样才能保咱们村的平安啊。”大家一听，都沉默了。翠花看了看手里的酒杯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她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把玉佩的邪气清除了，现在却又要把它送回古墓里去。长者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老道士啊，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，但这事儿啊，还得从长计议。毕竟这玉佩是咱们村好不容易得来的宝贝，就这么送回去，大伙心里头都有些不甘心啊。”老道士一听，点了点头：“我理解大伙的心情，但咱们得从长远考虑啊。这玉佩留在村里，万一哪天又出啥岔子，那可咋整啊？”大家一听，都觉得老道士说的有理，但心里头还是舍不得这玉佩，毕竟他可是村里人的保护神啊。就在这时，翠花忽然开口说话了：“大伙啊，我今儿个说句公道话，这玉佩啊，确实是咱们村的宝贝，但它也是个烫手山芋，留在村里早晚得出事儿。咱们还是得听老道士的，把它送回古墓里去吧。”大家一听，都惊讶地看着翠花，他们没想到翠花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长者看着翠花，眼里满是赞赏：“翠花呀，你说的对呀，咱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安危呀。”就这样，
大伙儿商量了一番后，决定把玉佩送回古墓里去。翠花和老道士自告奋勇，愿意承担这个任务。第二天，两人便带着玉佩，踏上了前往古墓的路。一路上，两人披荆斩棘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了古墓的入口。翠花看着眼前的古墓，心里头有些发怵。老道士啊，这古墓里不会有啥危险吧？老道士摇了摇头，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我自有办法保你周全。说着，老道士便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古墓的大门上。然后他念了几句咒语，大门便缓缓地打开了。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古墓，一路上都提心吊胆的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古墓里并没有啥危险。两人顺利地找到了玉佩原本放置的地方，把玉佩放了回去。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翠花和老道士一听，心里头都是一紧，赶紧转头看去。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人正站在他们的身后，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翠花和老道士一看，都愣住了。这不是之前那个黑袍人吗？他咋会出现在这儿呢？黑袍人看着两人，哈哈大笑，哼，我就知道你们会回来，没想到吧？这古墓里可是我的地盘，你们来了就别想走了。翠花和老道士一听，都暗自叫苦。他们没想到这个黑袍人竟然会躲在古墓里，等着他们自投罗网。就在这时，老道士忽然开口说话了：“黑袍人啊，黑袍人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们吗？你太小瞧我们了。”黑袍人一听，脸色一变：“哦，那你说说看，你们有啥本事能逃出我的手掌心？”老道士微微一笑：“我们虽然没有你的武功高强，但我们有智慧，你等着瞧吧。”说着，老道士便拉着翠花躲到了一个角落里，然后他拿出了一张符咒，贴在了墙上。接着他念了几句咒语，只见墙上的符咒忽然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。黑袍人一看，大惊失色：“你这是啥玩意儿？”老道士得意地笑了笑：“这是我师门秘传的符咒，能破一切邪术，你等着瞧吧。”说着，老道士便拉着翠花，顺着光芒指引的方向逃出了古墓。黑袍人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但始终没能追上他们。两人逃出了古墓后，一路狂奔，直到确定黑袍人没有追上来后，才敢停下来喘口气。翠花看着老道士，感激地说：“老道士啊，今儿个真是多亏了你啊，要不咱俩非得栽在那黑袍人手里不可。”老道士笑了笑：“客气了，咱们也算是同舟共济嘛。对了，翠花呀，你这回立了大功，等回去后，村里人得好好谢谢你啊。”翠花一听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：“嗨，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，不得不干呐。再说了，能帮到你，我也挺高兴的。”两人休息了一会儿后，便踏上了回村的路。一路上，两人说说笑笑，仿佛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回到村里后，大伙儿看到他们平安归来，都纷纷围了上来，询问事情的经过。翠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，大家听后都唏嘘不已，纷纷感叹翠花和老道士的勇敢和智慧。长者看着翠花和老道士，眼里满是赞赏：“你俩可真是咱们村的英雄啊！今个这事儿，要是换成别人，恐怕早就吓尿裤子了。”翠花一听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嗨，长者您可别这么说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嘛。再说了，能帮到你们，我也挺高兴的。”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个村民跑了过来，神色慌张地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村里出事儿了！”大家一听都愣住了。长者赶紧问道：“出啥事儿了？”村民喘着粗气说道：“村西边的水井里忽然冒出一股黑气，大伙儿都不敢靠近了。”翠花和老道士一听，对视了一眼，
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讶。这水井里咋会冒出黑气呢？难道说那黑袍人又搞啥鬼了？两人赶紧跟着村民来到了水井边，只见水井里果然冒出一股股黑气，仿佛有啥恐怖的东西要钻出来一样。大伙儿都站在远处，不敢靠近。翠花看着水井，心里头有些发怵。老道士啊，这咋回事啊？那黑袍人不会又躲在水井里了吧？老道士摇了摇头，不清楚。但咱们得小心点儿，这黑气看起来不简单啊。说着，老道士便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。然后他闭上眼睛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不一会儿，他的眼睛里便闪烁起了金色的光芒。翠花看着老道士，心里头有些惊讶。她没想到老道士竟然还有这等手段。只见老道士睁开眼睛，指了指水井，那黑袍人就躲在水井里。咱们得下去把他救出来。大家一听都愣住了。下水井？这不是开玩笑吧？但看到老道士那坚定的眼神，大伙儿又不好说啥。翠花咬了咬牙，行，老道士啊，我跟你一块儿下去。老道士点了点头，好样的，那咱们就下去吧。说着，两人便顺着水井的梯子慢慢地爬了下去。水井里黑洞洞的，啥都看不清，两人只能摸索着前进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来到了水井的底部。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人正蜷缩在角落里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啥。翠花和老道士一看都愣住了，这不就是之前那个黑袍人吗？他咋会躲在水井里呢？黑袍人看到两人后脸色大变，你们咋会下来？你们不是逃出去了吗？老道士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们吗？你太小瞧我们了。说着，老道士便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黑袍人的额头上。只见符咒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，把黑袍人笼罩在其中。黑袍人顿时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叫，仿佛有啥恐怖的东西在撕扯他的身体一样。翠花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头有些害怕，但她知道这个时候不能退缩，于是她鼓起勇气走到了黑袍人的身边，用力地撕下了那张符咒。只见黑袍人的身体顿时萎缩了下去，变成了一滩黑色的液体。翠花和老道士看着这一幕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这个黑袍人竟然是个邪物。两人赶紧顺着梯子爬出了水井。大伙儿看到他们平安归来，都纷纷围了上来。翠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，大家听后都唏嘘不已。长者看着翠花和老道士，眼里满是感激，你俩可真是咱们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